川普的关税暂缓90天，独中国啊克到底。中国现在到底是什么盘算？要把美国的一个国际形象给拉到自己阵营来吗？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想跟大家来聊聊川普的对等关税啊！哇，他紧急发夹弯喊停了，唯一就是跟中国杠到底。那当然前提也是因为中国就是不妥协，你要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那可是大国尊严。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又回到了两国大国博弈的一个局面了。那其他这些国家呢？我们过去的这惊涛骇浪，我们过去的股市大怒神，算你倒霉。好，于是呢，今天到底呢，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一些可能的一些情形了。好，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当然，川普现在已经说了。暂缓90天，但直接就跟中国给对撞了。但是呢，在美国的国内啊，哇，这个是有非常多复杂的声音啊。川普说我是在实现我竞选时候的承诺啊，但是呢，连他同党的这些国会代表都不太挺他的哦，还是有一些不同声音啊。挺他的当然是有啦，他们怎么说呢？他说，觉得这应该是要重新的振作。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制造业，所以呢，他觉得就是短空长多，撑过这刚刚开始的一个阵痛之后，我们就会迎来美国制造业的春天。但是这样子想的人比较少，大概有多少个呢？我算一下啊。这样子而已哈，但是呢，多的是做什么呢？大家都说你在干什么啊？你疯了吗？于是呢，大家有各自不一样的政治动作了哦。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政治动作，有一些在这个参议院的一些议员们。都是跟川普同党的哦，共和党的议员们，已经还呼朋引伴了。他们拟了一个这个法案，叫做我来念给大家听，贸易审查法案。好，这个法案呢，它里头的精神是说啊，除非国会同意。否则的话，这个对等关税这个条文呢，要在60天后自动失效。有没有很像那个不可能的任务啊？在发布任务的时候自动销毁，啪这样子的哈。所以呢，他说这个法案呢，要让这个关税呢自动失效。你要让国会同意才行。那于是呢，现在这个法案他们正在努力串联当中，这是一个目前在国会的动作了哦。那另外呢，这次的一个关税呢乱流，也让大家回想到100多年前，其实在美国也有一次的关税大辩论、关税大论战。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很奇妙哈，这个我常讲，历史都是会不断的重演，只是可能大家的立场会有一些颠倒。1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一个美国的关税大论战很有意思。那个时候的美国，它是那个。制造业、工业刚刚要萌芽的时候，还很多人都是务农的，农业产品大量出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是说，有很多便宜的商品啊，这个卖到美国来，然后打压了他的制造业。他讲的是英国、法国，所以呢，他也要关税壁垒。那就有一派说我要高关税啊，对不对？我要保护我自己这个正要萌芽的产业啊。但另外一边那些务农的一些州，他们的议员就说不行啊，关税要低啊，否则的话我们进口的东西会变得很贵啊，所以也一样是跟今天一样的大论战。那个时候呢，就是吵。后来呢，你知道，如今看起来，其实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当中啊，你说这些议员当中，他真的是为了他这个真心想法在辩论吗？不，他是为了他背后的利益团体在辩论。那个时候啊，是谁站出来说要高关税，我们要保护产业，都是那些工业州的一些议员，他们这个才提出来的嘛，因为他背后都是那些工业支持他，给他钱呢。那些说不，我们要低关税，也都是背后他都是农业州嘛，在支持他。所以你就看到了，其实政治人物啊，特别是在这种民主国度，一票一票投出来，他为了他的选民背后他的利益，其实呢，他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决定哦。好，那这些我们就不多谈那么多政治方面的因素了。我们回来看，刚刚看到是国会开始有串联，他们要提出法案，让这个关税的关税呢可以在这个60天内失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已经有人到了法院去提出诉讼。诉诸法律呀，直接说过这个川普现在的动作是违法。好，那于是我们来看看关税在美国到底是谁
可以制定关税。美国宪法第1条，谁能制定关税呢？是国会。国会它有权利可以制定关税、征收关税，它的一个权利是在国会手上。好，那你说川普他这次又是为什么可以？我说要课关税就课关税，他是援引了这个1977年这个 IEEPA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这个法的精神是说啊，美国在国家安全，在它的一个外交政策，在它的经济蒙受了这个异常，然后呢，这个很特别的威胁的时候，总统就可以来做决定做这样经济方面的决定。所以呢，这个川普他可能是翻到这个法条，就哈哈哈哈哈，于是呢就拿了这一条，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了那于是乎呢，就有人用这一条去告他啦。好，我们来看这个单位叫 NCLA。好，那这个单位是什么？叫新公民自由联盟。好，这是一个公民团体那他去告什么呢？他去告了这个川普总统，然后说你没有权利对中国征收关税。好，那当然不一样的公民团体背后也是有利益的啦。OK， 好，那这个公民团体呢是去告，那当然呢不是纯粹对中国，而是告什么呢？他要诉讼的是总统没有权利来制定关税，因为呢，其实在这个美国他们的一个宪法精神当中，你的这个国会它的一个权利，你可以移转出去给总统，移转出去给行政部门是有这样的潜力但是呢，你不能过度的移转，让行政部门的权力太大的话，那你就违反了美国宪法精神。所以呢，现在已经有很多耶鲁大学的学者，然后有一些美国的一些宪法的学者，他们都认为说，这叫做过度的一个这个原则了。过度授权的一个原则，他说你可以授权，国会可以授权，但是你不能太过，你太过了那就不对了嘛。所以呢，他们现在在讨论宪法精神太麻烦很难。好，但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这个 NCLA 它这个诉讼通过了，最高法院通过的话呢，那就代表了这个总统不可以拥有这样制定关税的一个权利了。那大家就在等着瞧咯，到底你这样的诉讼，如果真的说总统不可以有这样的权利，那所有的关税就拜拜，不好意思了。那如果说总统真的可以有这样的权利的话，那又另当别论所以大家现在在看说，到底这个法院会针对这样的一个诉讼会有怎么样的判决？但是你看到陆陆续续都还有很多公民团体在送上这样的诉讼，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接下来好好看看诉讼的结果。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也知道，在美国好多人走上街头抗议其实民调数字不赞成这个关税的是高达57%，然后呢，赞成的只有39%，但是呢，多达将近80%的人都说关税实施会造成他们的物价上涨。好，这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呢，这个对于这么多的民怨，然后看到这个政治界他的一些这个议员朋友们也站出来反对他，然后很多的一些华尔街也觉得你这不对吧，各种的一些反对声浪那这个川普总统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在晚宴当中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一件好事，你们怎么都不懂我呢？他怎么讲？他说现在我的这个关税一实施之后他说这么多国家排队要打电话给我，我还挑呢，我这个不想接，我先接他的。他说这么多国家，引用一个这个川普总统自己讲的话没有那么好听，但是呢，你一听就知道川普讲的。他说这么多的国家领导人，大家争相 kissing my ass。看，这人就是讲这种话蛮粗人的就是 kissing my ass， 然后我多么样的这个，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只要我降低他的关税，所以你看他得意，对不对？得意洋洋。好，然后他又讲啦，他说已经很多人来这个跪舔我嘛，对不对？像第一个跑过来就是越南好，那越南来了，越南说我愿意把这个关税降到0但是你知道，面对这种激进于流氓抢劫式的人你第一个去跪下的，他对你就是你知道予取予求，得寸进尺了永远不满足这个川普说对这个越南说0是不是不够？他说你对零有什么用你降到0，我东西你卖不进去，你市场那么小，所以呢，他说你要给我多买点东西才行。降到0不好意思，我不要好，那于是乎呢，有这样的潜力之后，我们来看看欧盟最近的动作了。欧盟跟这个川普之间关系其实也是蛮紧绷的欧盟也讲了，我们可以来谈，我们可以降到0，然后川普一样回他说，你降到0不够
你要跟我多买一点能源，因为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个贸易逆差也是高的，大约有3500亿美元。所以呢，川普说你简单，你来跟我买3500亿美元的能源，我们就来好好谈一谈关税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欧盟啊，哇，这个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啊！立刻就提高了关税哈，直接也是跟你杠了哈。所以呢，这个川普就直接骂回去啦，他就说你们这是欧盟什么组织啊？他说欧盟当初成立的一个这个中心思想呢，就是来跟美国的贸易来竞争的，所以他说啊，这个欧盟成立就是伤害了美国的贸易，这就是欧盟成立的一个精神。所以呢，这个美国怎么就不应该喜欢欧盟啊？这个川普还在这个传授这样他的一个思想，所以你就看了，现在欧盟也直接就跟美国说，那我就要课你税咯，哎，直接课下去，课24%，好，就课这么多了哈。好，那于是呢，现在大家已经在看说，到底这个川普说他暂时这个暂缓90天，那但是这件事情没有落幕，因为还有90天后会发生什么事嘛，对吧？那于是呢，现在在美国也很有意思啊，就像我们常选举的时候啊，你说那个民调不准，要看什么才准？看赌盘。所以呢，美国也很有意思，他们一个线上赌博网站啊，开了赌盘，赌什么呢？赌这个川普啊，这个会优先调降哪些国家的关税，然后大家有开赌盘哈。那排名最前面的是越南跟日本，然后呢，我们台湾排在第3，然后后来还有印尼、南韩第3，然后印尼、台湾是排在第5，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国家。那于是呢，你就看这赌盘，不知道啦，我们再继续看看啦，是不是真的像他这样讲的？其实也是就是跟美国关系比较好的国家嘛。好，那再来就来讲讲中国了。中国应该是这一次啊最有 guts 的国家，就是跟你不妥协，直接跟你奉陪到底了哦。好，那当然呢，你要奉陪到底，你要有奉陪到底的底气。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分析觉得，哇，中国哪来的底气？中国现在陷入通缩，陷入经济的一个这个没有过去那么样的一个进展，但是他用什么样的底气跟川普说我跟你奉陪到底呢？这个一开始你看到川普就加了中国的关税，然后呢这次公布的数字呢被加了34%，然后呢，你看后来呢，这个中国不是回敬了吗？你加我34，我加你34啊。然后川普就觉得我颜面无光啊，他就说你不撤销的话，我再加你50%哦。然后中国我就是不撤销啊，你加我50%，我也加你的呀。所以呢，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好，现在到最后，川普宣布了哈，他说中国我要课你125%的关税，真的很多哦。那这个中国呢要课美国84%的关税，所以呢都蛮高的，感觉呢现在就是互掐脖子，互不松手，来看谁能挺到最后。好，但是呢现在已经有很多分析家讲了，认为中国是很有底气挺下去的。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你这是第一次威胁中国，中国毫无任何准备，就像这一次其他的这些国家一样，特别是跟美国友好的国家，真的是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会被列到这么高的一个关税的名单的数字当中。你没想到，你就是措手不及，对吧？但中国有没有想到？有吗？他早就想到，几年前就想到，他就体会到了，所以呢，中国就早有准备嘛。他从2018年那个时候的贸易战之后，他就知道这个美国会这样对他。那这一次呢，在公布名单之前，大家也都知道，中国一定就是那个榜上有名，一定就是名列前茅。那他当然有所准备，怎么可能就这样子手摊摊，然后你打死我吧？不可能嘛。所以你就看到大家都说了，习近平主席为什么会说奉陪到底？他早有准备，而且准备这一天准备了好多年了。而且呢，他甚至呢，他在说，如果真的这个关税如此的一个执行下去的话，那美国受到的伤害一定比中国要来得更多。因为呢，其实中国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美国不断的封锁市场、封锁技术，其实呢，中国已经好大一部分，他已经开始把市场往外挪，到欧洲去，到欧盟去，到东协去，到非洲去，到中东去，已经开始挪移它的市场的一个板块了。所以呢，这次尽量的降低它的一个这个影响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面子很重要。你怎么能够在一个像流氓般的人在欺负我的时候，如果中国还想要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的话，大国的尊严不容被践踏，绝对不能
低头认错，就像越南一样，就像川普讲的，怎么能够 kissing whose ass 呢？不行的。所以呢，你看到他有他的底气，有他的 proud 啊，这个一定得要把态度给放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在政治上这个盘算就是啊，这次川普啊，可以说自己把自己美国的一个这个大国的一个形象，过去的美国让人家觉得那就是自由世界当中的道德的标杆。他不是常常啊，你就是那个最有道德的人、最有人权的人、最自由的、最民主的，这是美国非常引以自豪的。所以呢，他也可以拿他这样的一个形象，人家讲人设很重要，那是他的国设。好，那国设是这样，但如今不是川普把自己都给做死了。现在呢，你自由吗？要打问号。你民主吗？嘿嘿，不知道。但是呢，你还那么有道德吗？你的这个领导人可以这样子胡说八道，然后你的领导人可以这样子这个爱讲什么讲什么，爱弄关税，然后不管国际秩序的。所以呢，大家对他是打上问号，信任度降低的一个状况。中国呢，很有机会来填补这样的一个空缺。现在中国其实在好几个月前，你就看到中国已经开始跟欧盟重新搭上线了。他说，哎呀，这个经济的互助我们也可以重新来考虑一下啊。似乎呢，要在这个川普把美国的一个形象好像有一点破坏的同时，把这个主导自由贸易市场，把这个主导经济自由，然后发展经济这样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给拉到自己的身边来。所以呢，现在看到了，的确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政治学家或者是这个学者，他们都认为这一次呢，应该是这个中国一个大好机会，找回他国际间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呢，我们就继续来看看川普呢，过去大家在第一届的时候，大家都说他是川建国嘛，那这一回呢，是不是他的口号是要让美国再度伟大，但其实呢，他做的事是让中国再次伟大了呢？好，那么到底呢？这个关税之战经济方面的影响还会有什么样的余波荡漾？政治方面的影响又会怎么样的持续发酵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这是今天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了。我们下回见，拜拜。